萧炎眉头微皱，此人倒也的确有些难缠。若是这样下去的话，指不定要纠缠多久，而且之间说不定会被看出什么，所以还是速战速决吧。就在萧炎主意刚刚打定之间，那气势已至顶峰的王晨脸庞上狞笑更浓，身形一动，体表斗气那强烈的腐蚀性，直接使令的地面上出现一道长长的沟壑。蚀骨原比武，此刻的王晨速度也是比先前快上许多，一闪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面前，手中两柄匕首化为无数道黑芒，连空间都是被划出一道道漆黑痕迹。那匕首舞动的幅度极为诡异，几乎弥漫了萧炎周围所谓范围，黑芒之中带着一股股酸腥般的含义。萧炎眼神微凝，这王晨所施展的必然是一种高阶斗技，而且怕等级还不低。这黄泉阁能够并列4个之一，果然也不是虚名。陆河游深尺，手中重尺也是在此刻随其心动，迅速带起一道道尺影，形成密集的尺网，将萧炎身体寸寸包裹。叮叮叮叮叮叮，铺天盖地的黑芒尽数倾泻在尺网之上，清脆的声音顿时连绵不绝地爆发而起。每一次清脆声音响起，一股庞大的能量波动便是会迅速暴涌而出，在那坚硬的银幕广场上带出一道道蜘蛛网般的裂缝。望着场中那眼花缭乱的交手，周围顿时响起一道道惊哗之声。谁都未曾想到，萧炎在王晨将体内斗气发挥至巅峰之刻，居然依然能与其交战，并且不落下风。到了这种时候，再蠢的人也是能够看出，萧炎之所以会选择迎战，并非是什么鲁莽之举，而是真正的有着与对方匹敌的实力与资格。席位上，黄泉尊者脸庞上的笑容也是越来越少，到的后来，几乎彻底的变成了阴沉之色。在他的感应中，萧炎的气势正在不断的攀升，短短几个呼吸间，便是接近了王晨，而且还是攀掌。风尊者、雷尊者、剑尊者等人脸庞上也是逐渐浮现一抹惊讶，旋即若有所思。此人果然是掩藏了真实实力，这样看来的话，好像不妙的，反而要变成那王晨了。一想到此处，风尊者与剑尊者脸上不由得涌上一抹细微的弧度。在他们二人幸灾乐祸间，场中变故陡生，只见得那一直包裹着萧炎身体的尺影猛然消散，而一股远比王晨更加强悍的气息，顿时如山峰自平原拔地而起般暴涌天际。磅礴的斗气轻易地冲破王晨的匕首构建的刃网，尺影闪掠，一朵诡异火焰在尺顶闪电凝聚。陆河游深尺，陆河火。陆河游深尺分有3个境界：烈火、游深火、陆河火。3个境界威力也是差距极大，但自从修炼此死法之后，萧炎很少动用陆河游深尺的攻击之技，因为他更看重的是陆河游深尺的防御之法。当然，这自然便不能说陆河游深尺没有可取之处，能够达到地阶中级的层次。这陆河游深尺的攻击力，若是发挥到极致，自然是要比燕分尸浪尺更强。不过以前的萧炎因为实力的缘故，因此顶多只能施展出烈火，游深火则是有些勉强，而至于陆河火嘛，则更是有些遥远。但此次突破至斗宗，却是令得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在一夜之间突飞猛长了起来。这陆河游深尺也是直接跨越到陆河火的境界，而这便是晋升斗宗所带来的种种好处。斗宗与斗皇是2个截然不同的层次。一名斗皇巅峰想要越阶挑战一名斗宗强者，若非是真正的拥有着一些极强的底牌，否则的话，那下场定然将会极为的凄惨。毕竟这2者间差距太大。而自从在突破至斗宗之后，这也是萧炎首次施展陆河游深尺的陆河火。不过虽然他也是有些难料威力，但却知道绝对会比全力施展燕分尸浪尺更为强悍。一朵颜色偏向青褐色的诡异火焰，轻飘飘地粘附在尺顶处。此火并非是真正的火焰，而是萧炎体内斗气压缩至某个难以想象的地步，方才涌现而出的一朵奇异之火。当然，其实严格说起来，这也并不能算作火焰，顶多只能算作一种有些另类的压缩斗气罢了。将斗气压缩到这种地步，也幸得现在的他达到了斗宗的层次，不然以其以往那斗皇的实力，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青褐色的火焰粘附在尺顶处，看上去犹如一吹便是要消散一般。然而，就是这朵不起眼的火焰，在伴随着尺风的挥动时，却是犹如一柄无比锋利的利刃般，居然是连空间都是被其生生的撕裂出了一道1指长宽的漆黑裂缝。1尺挥出，没有音爆声以及其他的半点异响，有的只是一种宛如火山爆发之前那一刻的死寂。然而，就是在这轻飘飘的1尺之下，场中识货之人皆是脸色微微一变，唐英、穆青鸾，甚至连那凤青儿，眼中也是瞬间弥漫上一股凝重，望向萧炎的目光中充斥着一股难以置信的震惊。这家伙居然是斗宗强者！
虽然萧炎现在的面容有所改变，但看上去依旧颇为年轻。因此，当唐寅等人见到那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气息，居然达到了斗宗这个层次时，心头自然是犹如翻起了惊涛骇浪，久久难以平静。这人，凤千儿黛眉紧皱，美目死死地盯着萧炎。在先前其气息彻底爆发时，那种莫名的熟悉之感，似乎突然变得越加浓郁了许多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种莫名的感觉不会随意出现，而且他的感知也是比常人强上许多。当然，与唐寅他们相比，最为此感到呆滞的还是广场之外的那无数人海。从一开始，并没有什么人对萧炎战胜萧炎抱着什么信心，但如今，那从萧炎体内如火山般爆发而出的气息，却是真真切切地超过了王晨。王晨是准斗宗，那么超越了他的萧炎将会是何等层次？答案只有2个字：斗宗。失去了前面那个准字，但其中的差距却是宛如天壤之别。这家伙居然达到了斗宗层次。场地边缘处，林燕也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萧炎的背影。当年在离开加玛帝国时，他分明地记得萧炎不过才是斗王巅峰的实力。然而如今，短短几年时间，竟然便是一跃成为了斗宗般的存在。这种修炼速度也实在是太过可怕了点吧。要知道，他能达到这4星斗皇层次，也是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位前辈的传承，实力方才会突飞猛进许多。但这原本引以为傲的速度，与现在的萧炎比起来，似乎反而是不值一提了。虽然林燕一直对萧炎颇为佩服，但此次再见面，最高的猜测也只是认为后者实力顶多与那王晨持平，但却从未想到过萧炎能够真正达到斗宗的层次。到了现在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萧炎敢当众接下王晨的挑战。以他如今的实力，年轻一辈之中能有几人是其对手？即便是这王晨，在有着黄泉阁那等庞然大物的支持，也不过方才达到准斗宗的层次。席位之上，黄泉尊者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异常阴沉，目光阴翳地盯着萧炎。他这一次居然是看走眼了。当然，不仅他看走眼，一旁的雷尊者、风尊者、剑尊者3人脸庞上也是有着许些惊愕。片刻后，眼中掠过一抹凝重。虽说一名斗宗并不可能令得他们如此这般，但这名斗宗的年龄却是不过方才20左右，能够在这种年龄达到这种层次，若不是此人天赋近妖的话，那么便是此人背后应该也是有着极为不菲的背景支持。看来此人有些不简单啊，王晨并非是其对手。剑尊者抚着一缕胡须，缓缓的道。听得剑尊者此话，黄泉尊者眼神也是一寒，声音阴冷的道：“现在可还没结束呢，胡乱猜测只会丢人而已。”剑尊者嘴角一撇，目光望向场中，冷笑道：“我倒是要看看，最终是谁丢人。”在2人针锋相对间，场中局势也是在电光石火间变得异常危险了起来。面对着萧炎那寂静无声的一尺，王晨脸庞上的狰狞之色也是变得僵硬了许多。隐隐间，一股浓郁的危险感觉由心底深处蔓延而出，攀爬自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